小伙被斩去一臂，本应武功尽废，可他却凭着笨本刀谱，仅凭一把断刀练成神功，手中断刀快如闪电，一刀过而人已亡。不仅为师门除去强敌，还一举斩杀祸乱江湖的八大刀王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臂刀王。独臂刀方刚曾为金刀门杰出弟子，因与同门不和被斩去一臂，侥幸不死，练成左手神刀。在为师门诛灭江湖大恶长臂神魔后，因厌倦江湖纷争，拜别师门，与妻子归隐田园，不问世事。某日，他正在田间劳作时，突然有两人找来，自称是霸王寨的黑白刀使，特意前来请方刚前去寨里一聚，若是不去，便要夜半3更时分再来讨教。黑白刀使刚走，朝阳刀掌门便登门拜访，将来龙去脉一一道来。原来最近江湖上突现一方势力霸王寨，他们心狠手辣，武林中人无不谈虎色变。8位寨主虽武功路数各不相同，但共同点是皆为用刀之人，因此异想天开，召开万刀大会，依仗威势强行邀请各方用刀高手，意在逼迫众多用刀门派共尊他们为刀王。此次掌门前来，就是想请方刚出山对付这8人，但方刚早已隐退，且他答应妻子不再涉足江湖，为此婉拒掌门邀请。入夜3更，黑白刀使果然再次上门，只见方刚面前摆放佩刀，一脸淡然。见两人还要强行动手，方刚一刀斩灭烛火，黑暗中数道寒芒接连闪过。待妻子拿来灯盏，黑白刀使已是衣衫褴褛，两人自知不敌，只能放下狠话，灰溜溜离开。霸王寨中8大刀王名为切磋刀法，实则肆意残杀高手立威，意在让武林凡是使刀之人全部臣服。众多赴约的高手知晓其狼子野心，纷纷告辞。然而8大刀王根本没有打算放他们离开。转轮王手持金轮，刀刃锋锐无比；天遁王轻功上佳，神出鬼没；地藏王擅长土遁，出其不意；毒龙王善用毒烟火弹，极为犀利；千手王善使美人计，偷袭暗杀。如此一来，赴约的众多高手所剩无几。8大刀王还不满足，传信给各大用刀门派的弟子，扬言要他们自断右臂前去赎人。众弟子聚集起来商议对策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再度请方刚出山，才能对付8大刀王。众人派出使者团前往方家，几人想到此次前去邀请方夫人必会反对，不如先请方刚独自前来一叙。许久后，使者请来方刚会面，听闻如今各大门派遭遇，方刚心生不忍，有些异动，但还是要先和妻子商量一番。哪知当众人前往方家，却不见方夫人身影，原是使者前脚刚走，另外一人怕方刚不愿帮忙，直接将方夫人绑走。方刚顿时怒不可遏，几人急忙好言相劝，言称愿带着他前去追回方夫人。不想半路又被黑白刀使截住，方刚正在气头上，仅仅数招便将其解决，同时也明白自己终归还是难以置身事外。与此同时，霸王寨开始围剿各路门派的大本营，为首者便是8大刀王中的通臂王，手下皆使用飞镰伤人，难以招架。众弟子本想将方夫人送到安全地点，却被通臂王带人截住，只能拼死护住方夫人。幸好方刚及时赶到，手持断刀与通臂王对峙，须臾间飞镰缠住短刀，方刚借机将通臂王吊在树上，刀光一闪便将其斩杀。方刚还在为妻子被绑的事儿耿耿于怀，其中一人直接自断右臂赔罪，方夫人也心生恻隐，好言相劝。见此，方刚终于释怀，答应帮忙。众人换上行装，掩人耳目，途中意外救下一名美貌女子，女子执意跟随众人同行。待众人在客栈歇脚时，女子声称要去照料伤员，做事与对方眉来眼去，随后趁其不备痛下杀手。原来他便是8大刀王中的千手王，假装遭难混入众人队伍，就是为发出信号招引同伴。接着他本想在水井中下毒，却被巡逻的弟子发现，千手王施展美人计引诱对方，趁其松懈时直接一刀穿腹。随后他来到方刚房间，猜出他是领头人的千手王，本想故技重施，然而方刚察觉他身上血迹，早已心生警觉。千手王除了色诱手段毫无长处。此时巡逻弟子尚有余命前来报信，方刚也让他得以亲手报仇雪恨。随后方刚命众人早做准备，
很快，霸王寨的人果然前来，但众人早已提前布置好陷阱，轻松解决来犯之敌。方刚也将前来暗杀的天遁王截住，他的身法同样来去如风，纵使天遁王轻功超绝也是无用，被其迅捷一刀当场诛杀。众人继续上路，途中撞见毒龙王，上来便抛出烟雾弹制造浓雾。此人的刀如手枪一般，可射出钢珠。待双方正面交锋时，众人以特制工具引水驱散浓烟，刀中的暗器也被方刚以斗篷轻松接下，顺势一刀再斩一人。队伍继续前进，先头队伍在竹林中遭遇偷袭，为躲避喽啰遁地偷袭，众人纷纷跳上竹子。方刚动用身法，旋身斩断周遭竹林，众人立刻顺势解决喽啰。地藏王还想寻机偷袭，方刚抓起身旁竹竿，猛然抛出，立时将其结果。入夜，众人在客栈中留宿，此处已经与霸王战近在咫尺，众人摩拳擦掌，只待明日殊死一战。数日，方刚伪装成前来投降的弟子，先行进入霸王战打探消息。剩余的几位刀王并未将他当回事儿，方刚也因此轻易来到监牢，见到了被关押在此的各派掌门。方刚瞬间暴起，斩杀看守，解救几人。与此同时，在外面待命的一众弟子按计行事，先是坐势强攻霸王寨，利用引蛇出洞之法，待守卫的喽啰追出寨门时，山崖上的弟子们纷纷乱箭射来，随后抛下渔网加以束缚，大力刀王无法挣脱，身死在乱刀之下。转轮王带领手下闻声而出，手中飞轮可瞬息夺人性命，余下弟子只好暂且退出霸王寨，而方刚也带着几位掌门冲出监牢，长刀须臾间勾中数道飞轮，顺手一抛便解决数名手下。见状，转轮王只得亲自出马，施展拿手绝活，抛出飞轮，却被方刚抬手挡回，反倒死在自己的飞轮之下。此战虽付出惨重代价，却也为江湖除去遗害。入夜，众人在客栈摆下庆功宴，齐声推举方刚为独臂刀王，并且专门打造一块金牌奉上。但方刚本就不是为名利而出山，且他还有一丝隐忧。如今八大刀王已除7人，可为首的无相王却至今不见踪影。如今敌暗我明，为防止反扑，嘱咐众人不要放松警惕。不出他所料，无相王召集霸王寨余孽，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发起突袭。先是将巡视的弟子悄然解决，接着在客栈四处肆意纵火，众人反应不及，顿时损失惨重，拼死相搏才将来犯之敌全歼。而方刚手持断刀一路杀出客栈，就与无相王撞了个照面。岂料当对方掏出武器，竟是和方刚一样的断刀，这意味着两人武学路数相差无几。等到旭日东升之时，两人也未能分出胜负。此时，无相王数名手下也围了上来，为保护妻子，方刚施展轻功跃至对岸，斩断瓦棚之柱，令几人跌入河中，随即数刀将其尽灭。见状，无相王再度攻来，哪知无相王的断刀还能自由伸缩，幸而方刚身形敏捷，才险险避过。随后他一刀斩断对方长刀，趁对方勾中自己右肩时，借势旋身数刀重创无相王。此时剩余幸存的几位掌门赶来，心机深沉的无相王最终还是死在了众掌门的乱刀之下。为了一个刀王的虚名，逝去了多少无辜生命，细细想来何其可笑。而方刚本就志不在此，所以他随手将象征名誉的金牌丢弃，带着妻子重新归隐山林。